铅对儿童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对于儿童正在发育中的神经系统，那影响是毁灭性的。那即使是低剂量的接触啊，那也会对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对智商、对他的学习能力以及注意力的集中带来很大的影响。那很可能会出现，那很多孩子会出现多动症啊、攻击性的行为啊等等啊。而且最夸张的是，这个铅呢，它还会遗传到影响到下一代啊。比如说一个女性幼儿啊，她小的时候呢接触过铅的污染，那么这些铅蓄积在她体内之后，等她长大怀孕啊哺乳的时候，这些铅重新能够从骨骼中释放出来，毒害她的胎儿，所以它会影响到下一代。那么饮食呢作为降低铅的一个辅助的方法，是经过科学证实的，是能够帮助降低体内铅的摄入的。我们来了解一下。那第一种成分是什么呢？就是钙。那么知道钙为什么会降低铅的吸收呢？因为钙跟铅一样，它的吸收途径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跟铅之间能形成竞争性的吸收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说是摄入充足的含钙的食物，那么它会减少，它会跟铅竞争，那么铅的吸收呢也就减少了。而且它还能把骨骼中已经沉积的铅呢替换出来，促进铅的排出。那么富含钙的食物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豆类啊，中国人喜欢食用豆类，各种豆腐啊、豆子、豆浆，对吧？豆奶等等。再比如说奶制品牛奶、酸奶、奶酪，也是钙的很好的来源。再比如说绿色蔬菜啊，西兰花、菠菜、羽衣甘蓝等等，这一类的蔬菜呢，钙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二种成分呢就是铁，铁会影响铅的吸收。那如果体内含铁充分的话，铅的吸收会减少。相反呢，如果体内缺铁，会增加铅的吸收。所以一定要保证身体中有充足的铁啊，要预防贫血。那么含铁的食物非常多啊，咱们比如说这个红肉啊，牛肉、羊肉、猪肉啊，除了这些呢，贝类海产品呢含铁就很丰富，比如说牡蛎啊、蛤蜊啊，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等，也含有一定的铁。还有像深绿色的蔬菜、叶类的蔬菜啊，比如说菠菜、荠菜、苋菜等等，含铁也很丰富。而且呢，这些蔬菜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大家知道这个维生素 C 呢是帮助身体吸收铁的啊，这两个是非常好的搭配。还有豆类呢，含铁也很丰富，什么黄豆啊、绿豆啊、红豆啊、黑豆啊等等，也是铁的很好的来源。第三类营养成分呢，就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呢是功能强大的抗氧化剂，它能够减轻铅对体内带来的氧化损伤，而且呢，它还能够跟铅结合，形成无毒的盐排出体外。而且呢，维生素 C 呢还帮助铁的吸收。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呢非常多，比如说这个常见的水果啊，猕猴桃、橙子、柑橘、番石榴等等啊，绿色的蔬菜啊，比如说什么西兰花啊、甜菜、辣椒啊等等，甚至番茄、土豆这一类的蔬菜呢，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第四类食物成分呢，就是果胶啊，果胶呢实际上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能够跟铅呐、各种重金属结合，形成凝胶状的物质，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富含果胶的食物非常多，比如说像香蕉、柑橘、苹果、蓝莓、草莓等等啊，还有像蔬菜里头的卷心菜呀、胡萝卜啊，也都富含果胶，它们都能够帮助身体排出重金属。第五类呢，就是含硫化合物。含硫化合物呢，能够跟重金属铅结合，形成稳定的化合物，最后呢排出体外。有很多研究呢都揭示了这一点。富含含硫化合物的食物，代表性的就是大蒜和洋葱啊。经常食用这一类的食物呢，能够帮助排出体内的重金属铅。那么这些饮食成分对于这些轻度的有铅暴露的这些人的话是有帮助作用的。那么作为日常的保养，作为日常的预防，那也是有好处的。对于严重的铅中毒的人，在医学上正规的方法应该是螯合疗法，它会使用螯合剂，比如说琥珀酸亚铁，来帮助身体排出体内的铅。要通过医院，通过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正规的治疗。那么通过食物来排出体内的铅，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的方法。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截断铅的来源。那不管是对于普通人还是对于儿童来说，铅的来源其实有两大类，一类呢是通过食物，另一类呢是通过接触啊。食物呢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
那么像传统上的那个加工的松花蛋啊、氧化铅啊加工的那种铅含量就非常高。再比如说像这个老式的那种爆米花啊，用这个手摇的那种爆米花啊，老式的那种爆米花机，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这种颜色鲜艳的餐具，比如说碗盘啊，那么里面有彩色的这个釉面啊，那这种呢有可能有些就含有铅的染料。那么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东西呢，像就是说是这个油漆啊，还有就是这个颜料啊，绘画的这个颜料有的是含有铅的，还有像很多人使用的这种染发剂呀、化妆品也含有铅。那从这些方面注意呢，才能够减少铅的摄入，这是最根本的。再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的工业非常发达，有这个化工厂、钢铁厂、冶炼厂。有军事基地，然后这样的话，它的土壤里面的话污染非常严重，包括铅的污染啊。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蔬菜、水果或者农作物，那么铅含量就非常高啊，一定要小心食用。那么铅或者其他的重金属的预防，一定要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注意，食物还有我们的用品，包括儿童的玩具啊，那么都是需要加以注意的。还有老化的这个管道啊，水管的管道、输水管道，那都有可能会成为铅的污染的来源啊。只有我们注意到这些方面，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重金属带来的危害。